嫁不嫁还轮不到你说了算。麦香，梁家豆腐铺那头刘婶牵的线，人我看了，老实。下月初8，日子定了。嫂子，这事儿你问过我吗？问啥？你侄子翻年就14了，3间屋住不下，你嫁过去，这家松快，你也松快。是我松快还是这屋子松快？麦香，你哥在矿上回不来，我一个人撑着这一家子，你侄子连个写作业的地方都没有，你也得体谅体谅嫂子。我要是不嫁呢？那这屋里就没你睡的地方了。麦香，你嫂子她……娘，你不用说，我知道。娘对不住你。姑娘，你老看那边干啥？婶儿，梁家豆腐铺那人梁守成，别看了，这人不成。咋不成？他爹在的时候，梁记豆腐在镇上叫得上号。他爹一没，你瞧，摊子上连个亮堂气儿都没了。赊出去的账收不回，豆子进贵了也不敢吭。上回的你还没怎么着，我还能赖你那2块豆腐？看见了吧，这人性子软的跟豆腐似的，一捏就碎，谁嫁他谁倒霉。我是你要豆腐。刚才那人没给钱，你就让他走了？他说他记账。几次了？问你呢，几次？4次。麦香，你去集上了，看见守成了？咋了？你倒是说话呀！刘婶儿，你说实话，梁家欠了多少债？欠是欠了点儿，但守成那孩子老实。我问多少？1000把块，主要是他爹走那年赊的豆子钱，利滚利。1000把块。窝囊儿子，病婆婆，破灶房。刘婶儿，你跟我嫂子怎么想的？你嫂子说，你嫁出去总比在家占屋子强。麦香，你不能嫁。娘，我去集上打听了，梁家欠了一屁股债，那婆婆是个病秧子，常年下不了灶，还守着死规矩。守成他人老实，老实有啥用？撑不起门面，护不住媳妇，连个账都收不回来。还记得村西头赵家那个儿媳妇不？嫁过去3年，婆婆骂，男人躲，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想回娘家都不让走。你爹走的时候你才6岁，我把你养这么大，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跳。娘，我在这个家20年，嫂子嫌我占屋，哥在矿上回不来，嫁不嫁我说了不算。是我没用，我没护住你。娘，这不怪你。守成，这就是麦香，坐吧。你坐。哎呦，你看这后生心细，你瞧见了吧？人长得好，手艺也有，就是嘴笨点儿，但嘴笨不惹事儿。他不光嘴笨，他连跟人要账都不敢。那是老实，你嫁过去慢慢教就是了。你侄子下个月就14了，你哥在矿上累死累活，你在这占着一间房，啥时候算个头？嫂子，我不是柳家的物件，说搬就搬。你凭啥不搬？
你吃的住的哪样不是柳家的？你爹没了，这个家是你哥的。你侄子大了要单独一间，你不嫁让他睡哪儿？睡院子？你让我想想。桂芳，守城要说句话。来了，定了，日子看好了，下月初8。麦香这丫头会做人，嫁过去肯定能把梁家收拾好。这个给。啥？豆腐，今早做的。你擦凳子干啥？你衣裳干净，别蹭脏了。又去哪儿？去梁家。你一个姑娘家自己上门？我要进门，得先看门。你到了可别乱说话，别把亲事搅黄了。嫂子放心，黄不黄我看完再说。你咋来了？来看看。谁呀？柳家姑娘。柳家的，来看我家的破烂儿。小梅，进屋去。哼！你娘咳了多久了？2年多，看了几回药柜就没接着抓。发霉的豆子堆了多少三袋，那天进便宜了，没晾干就码了。这豆子还能用？扔了可惜。你扔了可惜，留着就更可惜。灶房里的事儿现在谁管？以前是我爹，现在没人管。我嫁进来不是来享福的。你站那儿干啥？我怕你嫌地方破。不早了，你睡。这石磨灰都积了多厚了，豆子也发了霉，灶台冰冷，这个家多久没生火了？娘，不会做也得做，先收拾干净再说。这灰得有多久没擦过了？娘，您歇着，别起来了。这煮的是啥？猪食？我爹做豆腐，磨出来的浆是白的，你这看起来黄唧唧的。你爹咋做的？我哪知道？我那时候小，反正不是你这弄法。娘，水要放多少？你问了？问了。娘不教？这家没人教你，我娘那手艺是我爹传的。他说了，梁家的豆腐方子只传梁家人，你姓柳。那你姓啥？梁啊。你咋不做？又散了，筷子一夹就碎，豆荚粗的硌嘴。这回水少放了，再不成豆子就不多了。真是的，又费了一锅。水少，散，水更少，酸。那到底该多少？
你放了多少？比第二锅少了1瓢。第二锅本来就多，你还少1瓢。豆子吃水不是这么算的，水多了。水多了，1圈1圈2圈，用石板压你半个时辰做出来的豆腐，希望别再塌了。这锅豆腐看起来好像有点不一样了。哪不一样？白了。前面几锅有点发灰，这锅是更白了。来，你尝尝。咋样？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像我爹做的。那你爹做的豆腐是啥味儿？说不出来，就是你做的就是这个味儿。那以后咱家豆腐就都是这个味儿。这个碎豆腐卖不掉的，以前我爹也剩，都喂鸡了。喂鸡可惜了，压紧卤了试试。卤了也没人买，集上卖豆腐的多，谁买这碎块做的？你卖过没？没有。那你咋知道没人买？这些卤料是你爹留下的？以前卤豆干用的。明天赶集，你跟我一起去。梁家换个人就能翻身，豆腐是手艺活，不是换个媳妇儿就能成的。回去吧，没人买。再等等。大姐，尝尝，不要钱。这味道正，哪家的？梁记。哟，这豆干卤得好，很香。自己卤的，下回赶集还在这儿。梁记，梁守成他爹在的时候我就吃他家豆腐，后来不成了，你这是？我是他儿媳妇，老伯，味道跟以前比咋样？像他爹做的。你不怕丢人？咱凭本事赚钱，丢啥人？东西好就得让人知道。别愣着了，有人来了。就是这家，卤豆干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梁记一个味儿。上回尝了你的豆干，回去我婆婆说好吃，今天专门来买。谢谢大姐，守成帮大姐装袋。后生，你爹的手艺回来了，好好干。豆腐咋卖的？3毛1块。那您尝一口，尝不要钱，买不买随您。给我来2块豆腐，1包豆干。您拿好，这是找您的零钱。豆腐便宜卖喽！豆腐只要2毛。那边豆腐都降到2毛了，你们不降？不降。为啥？一样的豆腐，人家便宜。不一样，他降是他的事儿，他做的是他的叔父，我做的是梁记的豆腐，降了就不是那个味儿了。要不咱也降一点。梁记新媳妇儿，手艺不赖啊！摆摊才多长时间就有这么多回头客。不过我劝你一句，集上卖豆腐的多了，你挣不过我。我这摊10几年了，
光老主户就够你追的。追不追是我的事儿，你降你的价，我卖我的豆腐。行，有骨气。梁记拜过一次了，最好别拜第二次。柜里少了3块钱。少了？会不会你记错了？我每一笔都记了，卖豆腐2块8，豆干1块5，买豆子花了1块2，柜里应该剩3块1，现在剩的是空的。叫我干啥？你进我屋没？进了咋了？那屋以前是我爹的，我不能进。你干啥？你翻我东西，这是我的，我买的。小梅，你哪来的钱？我省的，我省了好几个月。你哪来的钱省？我买个花咋了？别人家姑娘都有，就我没有。我天天在家磨豆子看摊子，我买个花都不行。行，你买花的钱是自己挣的吗？柜里的钱是我家的，不是你的。你说的对，柜里的钱是梁家的，不是我的。你看这一页，上个月买豆子花了6块，钱是你哥赊的，赊的利息比别人高2成。这一页，你娘的药，上次抓了3幅，花了4块5，后来没钱了，停了，到现在他还咳着。这一页，外面欠的债，你爹走那年赊的豆子钱，加上利滚利，现在还有800多没还。柜里的钱每一分都有去处，买豆子、抓药、还债。你说那钱是你家的，对，是你家的，但你拿它买头花的时候，你娘的药停了。花你留着，钱的事儿我不跟你哥说，但以后柜里的钱你不许再碰了。今天卖豆腐3块2，豆干卖了6包，一共9毛，记。重写，3在上面，2在下面，对齐。我不写了，我认不得几个数，你让我写啥？你认不得数才要学。你娘的身子干不了活，你哥在外头连账都要不回来，这个家里你不学谁学？你以为我生下来就会记？我也是自己学的，没人教我，我拿炭灰在地上写，写完了抹平再写一遍。小梅今天在堂屋写了半天，写啥？记账，豆干卖了多少钱，豆子花了多少钱。我没教过他这些。你教我做豆腐，我教他认数，谁也不欠谁的。守成啊，二叔今天来是想说说咱老梁家那口磨盘的事儿。磨盘好好的，天天用着。我们不是说不好用，是说这东西是你爷爷传下来的，按理说梁家子孙都有份儿。你爹走了，这磨盘孤零零搁你们院里，不如拿出来大家商量商量。守成，二叔不为难你，我就问问，这磨盘你一个人用得过来吗？现在急上王麻子压你价，你能撑多久？不如趁它还值钱，分了算了。再说你那个新媳妇管家，钱全攥他手里，梁家的东西凭啥一个外星人说了算？你不急，慢慢想，我们等你的信儿。娘，没事儿。您别说话，我送您去卫生所。娘咋了？快拿衣裳，背娘去卫生所。大夫，快放床上，侧过来。
他的老病发作，先挂2天药看看。回去要注意，不能累，不能受凉，药不能停。多少钱？先交20，后面看情况。这是20块钱，您拿着。我爹那年也是半夜渴，送到卫生所，没救回来。你爹是你爹，你娘还在，他还在，你就不能垮。医生说还要再住2天，药费一共得35，家里钱不多了。我去找二叔借一点。二叔等着你求他呢，你忘了上次他来干啥？他惦记的是磨盘。你找他借钱，你拿什么还？拿你爹留下的磨盘？可是娘，娘我管，钱的事儿我想办法。你就记着，你是这个家的男人，遇事先站直，别总想着弯腰。你去集上把上次赊豆腐的钱收回来，能收多少是多少。我在卫生所守着。麦香，我爹当年要是有你，可能……去收账。麦香，听说你婆婆住院了，我这心一晚上没放下，拿了几个鸡蛋给病人补补。麦香，嫂子今天来还有个事儿，你侄子说了一门亲，人家要彩礼，你哥在矿上那点钱不够，我想着你在梁家管着账。嫂子是来要钱的，不是要，是借。你用多少钱记上，等家里宽裕了还你。这是家里背着给娘抓药的钱，不多，你要借写个条。都是一家人，还写啥条？一家人，你当初把我东西搬外头；一家人，你收彩礼不跟我说；一家人，你借我的钱，拿我的屋，卖我的人，什么时候把我当过一家人？听说了没？梁家那个婆婆住院了，咋回事啊？新媳妇儿一进门她就咳了2个月，现在倒好，半夜送卫生所，说是差点没救过来。我跟你们说，有些事儿不能不信。那媳妇儿一进门，老梁家的灶就没顺过。你别瞎说，我瞎说。你想想，梁家豆腐坊，老梁在的时候多红火，老梁一走败了，好不容易来个儿媳妇，结果呢，克婆婆的媳妇，老梁家有的受喽。村口马翠兰在说你克俺娘。你不生气？生气有用吗？你娘还在卫生桌躺着，生气能把药钱生出来。他们说他们的，我做我的。不过小梅，你记着，你娘出院那天，让村里人看看是谁把她背去的，到时候他们嚼舌头的嘴得自己咽回去。那不是梁家那个，他娘咋样了？谁知道，反正他去了也没用。豆腐坊靠媳妇儿撑，娘病了也靠媳妇儿背。梁家那窝囊废，活着就占个名儿。别说了，人听见了，听见咋了？他还能打我？行了行了，少说2句。人家媳妇儿好歹把豆腐铺撑起来了，没有吗？撑起来那是他媳妇儿的本事，跟他有啥关系？他要是有种，还用得着女人出头？不能总让他一个人扛。大夫说今天能喝粥了。你自己吃了没？吃了。你脸色也不好。我年轻，扛得住。年轻也不是这么糟践的。你肚子里要是空了，拿啥做豆腐？娘，你先喝，喝完了我就去吃。连着好几天，你白天卖豆腐，晚上跑卫生所，铁人也熬不住。你嫁过来受委屈了。娘，说这些干啥？
我说的是实话，我这身子不争气，瘦成又那个样。麦香，嫂子实在没法了，你侄子的亲事那边催得紧，彩礼还差50块，你哥矿上2个月没发工资了。上回借了30，加上这回50，一共80。你答应借了？我没答应。嫂子，这账本上记着，上回借条你写的，钱你拿的。我娘在卫生所药费35，还欠着15没交，你再来借50。我问你，你上次借的30，打算什么时候还？麦香啊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你嫂子不是不还。钱不是不能借，但你让我哥来跟我说，我哥跟我是一家人，他来借我记在账上，你来借不够。嫂子，你上次拿的鸡蛋有3个坏的，下次别拿了。你说那女人心眼多不多？婆婆住院，那钱全攥她手里。老梁家祖传的磨盘，现在成了外姓的东西。守城的孩子也是个没用的，媳妇管钱管账管豆腐铺，他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个。二婶，我媳妇儿行得正，她白天卖豆腐，晚上跑卫生所。你少在这嚼舌根。我跟人说话关你啥事儿？守城，你站这吼我有啥用？有本事你倒是把家撑起来呀！我撑不撑得起来，是我家的事儿，不用二婶操心。这院子变了。娘，是麦香收拾的。嫂子打扫手都破皮了。娘，进屋吧，外头风大。谁擦的匾？守城，他说他爹在的时候，那匾是亮的。守城媳妇儿，给我倒碗水。我不在的这些日，这院子、这灶房、这匾，你撑下来了。梁记的豆腐没断。娘，你回来了，我就不是一个人撑了。就是这家，我婆娘吃了梁记的豆干以后上吐下泻。你们干什么？有话好好说。你说吃了我家豆干闹肚子，哪一包？哪天买的？谁经手的3样，你说一样出来。你管哪天买的？你就是黑心。你说不出，我说得出。我梁记每一包豆干哪天出的，用的哪块纱布，卖给谁，账上全有。你敢不敢跟我对？你今天砸我摊子，要是拿不出证据，我跟你没完。这3块豆腐，8包豆干，1条纱布，你一样一样赔。我不管你说啥，今天不赔钱，你这摊就在这趴着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你要动手冲我来，我媳妇儿没做亏心事儿，你凭啥砸摊儿？冲我来，我站这不动，你打，打完咱们去派出所，你砸摊伤人讹钱，一条一条算。对，就该这样。人家说的对，砸摊就是不对，有本事去派出所说。村长来了，让一让。咋回事？村长，梁记豆豆吃坏了我婆娘。村长，我问他3样，哪天买的，哪包豆豆谁经手的，他一样说不出来。你婆娘要是真吃坏了，去卫生所开个单子，拿来单子我替你说话，拿不来你砸人摊子得给人扶起来。村长说的，呸！梁记豆饼吃坏人，集上摊子都被掀了。黑心豆腐，我早说了，那女人一进门梁家就没顺过。克婆婆毒豆腐，下回该出人命了。二婶，你说我家豆干吃坏人，你看见谁吃了？你说出个人名。街上那么多人都看见了，还用我说？我问你，你说得出人名，我现在就去他家问。你说不出，在这井边跟我说啥呢？我跟人说话
你啥事儿？你说的是我家的事儿，你下次要说当面来说，我就在灶房门不关。又绕过去了，第3个了。看见了。要不咱们把摊先收了？不收。可一个人都没有。没人来，我就坐着等。我不是怕，我是怕你在这儿干坐着，心里难受。你回吧，我一个人守着就行。要不咱们把摊先收了？不收，收摊就是认了，我没做的事儿，凭啥认？3锅豆腐费的时候，我就想，一定要把事情都记清楚，不记清楚，出了事儿拿啥跟人讲理？纱布角上我全缝了记号，1道红线杠是1号，2道是2号，3号是个叉。他把药下在哪包豆干上，那包豆干用的哪块纱布，这账上对得上。他以为踩脏了就没人认得出，记号在我手里。你从一开始就记这个？今天他说我吃坏人，明天他说我别的，我拿啥跟人讲理？那下一步咋办？找证人。集上天天有人摆摊儿，我不信没人看见。老伯，我是梁记豆腐服的，那天有人砸我摊子，闹事之前，您看见谁在我摊旁边没？看见了。你们家每天收摊儿，你盖纱布压石头。那天你前脚走，王麻子从斜对面溜过来，在你纱布上摸了一下，然后走了。老伯，您看准了？我在这菜摊上做了8年，谁家豆腐几毛，谁家豆干几两，谁在谁家摊前站了多久，我看得比自己的菜都清楚。王麻子那天在你摊前站了不到半袋烟功夫，他以为没人瞧见。闺女，话我给你了，要是用得上，我跟你去说。我在这集上8年没扯过一句谎，我说的话有人信。老伯，有您这话就够了。麦香，你婆婆好利索了。村长，我不是来串门的。集上有人砸我摊子，说我豆干吃坏人。我找到砸摊之前在我摊上动手脚的人，也找到看见的人，证据我都带来了。这些记号是啥？纱布上缝的，每一批豆杆用哪块纱布，我这记号对得上。老哥，你看见啥了？那天梁家收摊，麦香前脚走，他后脚溜过来，手在人家纱布上摸了一下。我在对面菜摊做了8年，没看走眼过。后天赶集，集上当着大伙的面一条条对，你把账本带着，纱布带着，证人到时候也来。村长，要是对出来是有人做的手脚，那就不是砸摊子的事了。集上容不下这种人。守成，二叔今天不是来要磨盘的，二叔是来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。集上那事儿，二叔听说了，王麻子不地道，我知道。但你听二叔一句，这事别闹大。你爹在的时候，梁记在镇上叫得响。你爹走了，豆腐铺好不容易缓过一口气。你现在拉个证人对账，对赢了又怎样？全镇都知道梁记被人下过药，谁还敢买？再说王麻子跟我好歹在集上照过面，你把他掀了，二叔脸往哪儿搁？家丑不可外扬，你把账本收了，我去跟王麻子说，让他赔你点钱，私了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二叔，你说的不对，他把药下在我家豆腐上，他这是在害人，不能这么算了。我爹在的时候，梁记豆腐没被人说过一个脏字，现在他往我家豆干上下药，我要是私了，我爹的招牌才真没了。守成，二叔是为你好，你把账本拿出来，明天我去找王麻子，他赔你钱，你收摊的事就当没发生过。你要是非要到集上对账，往后梁家在镇上还怎么做人？我媳妇儿说，没做的事儿凭啥认？她要到集上对账，我陪她去。二叔，你说家丑不可外扬，那我问你，王麻子往我家豆干上下药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不说也行，后天集上账本、纱布、证人都在。
到时候谁做的，谁知道，谁帮忙瞒着，全拎出来。后天我跟你一起。今天把大伙叫来，就一件事儿。前几天梁记摊子被人砸了，说豆干吃坏人。梁家媳妇找到我说能拿出证据，证明他家豆干没问题。砸摊那天，我摊上用的是3号纱布，脚上红线缝的叉。每一批豆饼几号出的，用的哪块纱布卖给谁，我这账上全有。嚯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你记这么细啊？闹事的人说不出哪包豆豉有问题，可我每一包都对得上。还有一个人，老伯，您说。那天梁家收摊儿，我亲眼看见王麻子趁人不在溜到梁记摊前，手在人纱布上摸了一下。你老糊涂了，你哪只眼看见的？2只眼都看见了。我在你对面摆了8年菜摊儿。王麻子，你有啥说的？麻子，你啥也说不出来，那我来替你说。你趁人不在，往人家纱布上做手脚，然后找人砸摊子，集上几10年了，没出过这种事儿。躲什么躲？梁记豆饼没问题，梁家媳妇的账本我查过了，每一笔、每一包、每一条纱布都对得上。老哥在这集上摆了8年菜摊儿，他说的话我信。我把摊子收了。给我来2包豆干。豆腐也来2块。梁记的豆腐干净，谁想查账本随时看。这是梁记豆腐坊，集上刘村长跟我说你们家豆腐干净，账本记得比供销社还细，我来看看。韩主任，您坐。韩主任，尝尝。供销社每周要200包豆干，你开个价。1块2一包，豆子我挑好的，卤料不掺假，比集上便宜1毛，量大，我让得起。1块2，每周一早上供销社的车来拉，合作好了，量还能加。下礼拜1货备好。那我就不打扰了，你们记得抓紧干。韩主任，要不喝口水再走？不喝了，还有别家要跑。200包，咱家1个月也做不出200包，平时1天10包顶天了。这得磨多少豆子，烧多少锅，切多少纱布？一锅出15包，1天2锅，7天就是210，够。2锅，从早磨到晚也磨不出1锅半。再说点卤，你一个人盯得过来？守成，你不是问我灶房里的事儿谁管吗？谁管？你磨豆，我点卤，小梅切纱布，一桩一桩来。不是做不做得到的问题，是必须做到。万一做不出来呢？人家供销社的车来了，咱要是交不出货，做不出来我担。但你还没做就说做不出来，那你爹的豆腐当初是怎么撑下来的？豆子3袋，守成去粮站拉，卤水2坛，今晚泡上。纱布8条，每条缝好记号。人手的话，磨豆要2人，点铝1人，压豆腐1人，切纱布1人。咱们只有4个人，娘身体不好，小梅她还小。你磨豆带压豆腐，我点卤带看火，小梅切纱布带装袋。娘看灶火，不用动手，坐着看就行。
切纱布和装袋的活你能干不？能。你一个人切8条纱布，手会疼。疼就疼，这家又不是你一个人的。那我现在干啥？你磨豆，今天晚上就磨。从这顿饭以后，灶房的火不灭。累了就歇一会儿。不歇，还有100多包呢。你手不疼？疼也得推，你一个人忙不过来。手伸过来。不用看，就磨了2个泡。2个泡？你推了一宿，就2个泡？可能是皮糙肉厚。行，皮糙肉厚，那你接着推。麦香，货备齐了。齐了，您点。还用点？你做的我放心。行，下周1还是这个数，能行不？能行。麦香，我觉得我也能行。你坐下。不用，就是有点晕，最近还总是想吐。你不会是有了吧？有了。守城，把地上豆子捡起来，别糟蹋。我要当爹了。你先把你面前的豆子捡起来再说。这手他不听话。你先把瓢放下，2只手捡。我再倒一碗。守城，你从进门到现在倒了3斗水了，桌上的水印子都还没擦呢。我怕。我爹那时候我娘怀小梅，后来月子没做好，落了一身病。我怕你也……你爹是你爹，你有你爹没有的东西。啥？你爹走的时候，身边没有人帮他记豆腐方子，你有我。慌啥？又不是你生。你怀孕了，以后我就得多干点儿。这锅点卤的火候，我要是有忘了的，你记着。娘，你的身子没问题吧？坐也站也可。这灶房我看了20年，忘了的多，可底子还在。你教我咋做，我能帮你看着灶火。娘，你以前也这么瘦吗？以前有肉，你公公在的时候，我不用干重活，他走了之后就瘦了。豆浆煮到起皮，转小火，卤水一滴一滴点，急不得。成了，你来看看。成了，火候正好。 20年了，这锅里还是那个样儿。豆腐3毛1块，豆干5毛1包，今天刚出的。小梅，你嫂子呢？她不在，今天我看摊。你能行？试试呗，不行再把她叫回来。多了拿掉一点，少有点偏。 他能行不？他能行。
这纱布胶上的叉是啥意思？记号，梁记的豆腐每一包都有记号，对得上就是真的，对不上是假的。小梅，今天你一个人对单3，你嫂子呢？在里头呢，这活我能干，不用她。行啊，出息了。数都对了吧？对了，比你嫂子还利索。你慢点走，供销社的车我来招呼。嫂子，供销社今天加了2箱。临时加的，镇上食堂要的，下礼拜可能还要加，到时候提前给你信儿。行，韩主任，你说了算。小梅，你记得把账记上。放心吧，我忘不了。麦香，你在家吗？哥，麦香，你胖了，你这肚子，你这是有了。你别嫌少，矿上这2个月没发工资，我跟人借的。你拿着，哥能熬过去。哥，你哪来的钱借人？嫂子知道不？他不知道，他给你侄子娶亲，借了高利贷，月底债主堵门，我不敢跟你说，可她毕竟是你嫂子。她逼我嫁给梁家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回来帮我说话？麦香，哥对不住你。麦香，你救救你哥！债主月底来，拿不出钱，他们要告你哥。你哥在矿上累死累活，你不能看着他坐牢。我知道我对不住你，我当初不该逼你嫁，可我也是没法子。家里就3间屋，你侄子要娶亲，我一个女人能咋办？你就看在你死去爹的份上，嫂子给你跪下，嫂子这辈子没给谁跪过，你救救我们一家子，多少都行，我给你磕头。欠了多少？300，连本带利。你起来，在门口等着。300，够还高利贷。嫂子，这是最后一次。你把我东西搬外头，逼着我嫁过来。我婆婆住院，你来借钱。你今天跪在这儿，你说让我看在我爹的份上。我爹要是在，他不会让你把我当物件一样往外推。钱你拿走，回家跟大哥说，他不用躲着我，他是我哥。但你不是我嫂子了，往后我姓梁，不姓柳。梁家的事儿是我的事儿，柳家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了。麦香，你要是难受，就靠一会儿。不难受，就是你有我，有娘，还有小梅，我们都在。你们梁记咋回事？上礼拜买的豆豆又咸又硬，不是这个味儿。婶儿，这上面写解着梁记，但这不是我们的。梁记的豆干，每一包都有记号，纱布角上红线缝的。以后谁买豆干，认准梁记，认准我媳妇儿的账本，认准纱布角上的红线记号，对不上的不是我家出的。梁记冒牌就是冒牌。二叔，啥事儿？
守成，二叔今天把梁家几个长辈都请来了，咱进去说。守成，今天请几位长辈来，是说咱老梁家的事儿。你爷爷传下来的那口石磨盘，你也知道，那是梁家子孙都有份儿的东西。你爹走了，这磨盘在你院里搁了这些年，现在你生意做大了，供销社每周来拉货，磨盘光你一个人用，就是梁家的东西，凭啥一家独占？二叔不是要抢，二叔是说，趁现在磨盘还值钱，拿出来分一分，你留一份儿，剩下几份儿给梁家其他人，都是自己人，不伤和气。守成，你不说话，二叔替你说。这磨盘你一个人推不了几年，你媳妇儿现在有了身子，往后孩子一生，谁还顾得上磨豆腐？不如趁现在分了，大家各拿一份钱。我不分。二叔，磨盘我天天推，从我爹走那年推到今天。你说我一个人推不了几年，可我已经推了好几年。这磨盘我不分。他在这院里不是搁着，是转着，供着供销社200多包的订单，供着我娘的药，供着小梅读书。你们说分了以后呢？谁推？谁做豆腐？供销社的订单谁交？侄媳妇儿，这不是你一个外姓人该管的事儿。二叔，你说磨盘是梁家的，这些年供婆婆吃药的是谁？还梁家外面欠的债的是谁？把这口磨盘推着不让它停的是谁？药费单子、还债的条子、供销社的合同，你能拿一样出来吗？拿得出，这磨盘让你推1天；拿不出，你坐在这儿说分。这是账本，从嫁进来到现在，每一天的进和出记在上面。婆婆的药1副4块5，去年冬天住了院，药费35。这是药费单子，二叔二婶，你们谁来看一眼，上面有没有你们的名字？这是供销社合同，每周200多包豆干，签的是梁记豆腐坊。磨盘停了，货交不出，供销社告的是我，不是你们。你们今天坐在这儿说分磨盘，这磨盘在这院里赚了3年药，还了外面800多的债。二叔，你在这3年里往这磨盘上添过一颗豆子没有？行，你们行。梁家的东西，早晚还得姓梁。二叔慢走，梁记豆腐永远姓梁。富贵，这事儿你办得不地道。这是你爹娶我那年，他娘教给我的。梁家每一代做豆腐的人接这块布，接了，灶房就是你的，家也是你的。娘，这不一直都是你收着的吗？现在该给他了。今天豆干卖完了吗？卖完了。嫂子，这布我娘给你了。哎呀，这针脚都多少年了吧？这是梁家一代代传下来的。那这布比我都大。比你哥都大。